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John Steele Gordon 的伟大的博弈。John Steele Gordon 是美国著名的商业与金融历史学家，他擅长将宏大的经济演变与生动的历史细节相融合，从更广阔的时间维度审视资本市场的运作规律。这本书全景式地展现了华尔街从1653年新阿姆斯特丹的一堵幕墙演变为全球金融帝国的漫长历程。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里，华尔街是一个充满贪婪与非理性投机的赌场，是少数人掠夺财富的工具。但真实的历史远比这复杂得多。从19世纪伊利运河的开凿，到跨大洲铁路的铺设，再到现代重工业的崛起，每一次推动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基建狂潮和技术革命背后都离不开资本市场强大的融资与资源配置能力。华尔街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资本与实体经济相互依存、共同进化的历史。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这个曾经野蛮生长的金融市场是如何在危机与重塑的循环中汇聚全社会的闲散资金，最终成为推动大国崛起的财富引擎。在探讨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推动作用之前，我们需要先回到美国建国初期的历史现场，看看一个缺乏集中资本市场的国家面临着怎样的发展困境。在18世纪末的北美大陆，美国刚刚赢得独立战争，但这13个州在经济上却是一盘散沙。当时的美国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社会财富主要以土地、农作物和牲畜的形式存在。这种实物财富具有极低的流动性。一个拥有大片土地的农场主，如果需要现金来购买种子或改良农具，他很难把土地切下来一小块去交易。同时，社会上少量的金银货币被普通人分散藏在自家的床垫下或是地方性的小钱庄里，处于完全闲置的状态。没有集中的资金，就无法进行桥梁、道路和港口等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当时的美国首任财政部长 Alexander Hamilton 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不建立一个统一的金融市场，美国将永远是一个二流的农业国。1790年，他提出了一项大胆的财政计划，由联邦政府发行统一的债券，来承担各州在独立战争期间欠下的高达8000万美元的债务。这8000万美元的债券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批大规模的标准化金融资产。资产被创造出来了，但如果不流通，它依然是死水一潭。为了让这些债券能够顺畅的买卖，1792年5月17日，24名股票经纪人在华尔街的一棵梧桐树下签署了一份协议，规定了交易的用金标准和交易规则。这就是著名的梧桐树协议，它标志着纽约证券交易所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的雏形正式诞生。这个早期交易市场的出现，解决了一个核心的经济学难题——流动性溢价。对于普通的储蓄者来说，把钱借给别人几十年是风险极高的行为。但是，当华尔街提供了一个活跃的二级市场后，投资者知道自己买入的债券可以在任何一个工作日以公平的市场价格卖出变现。这种随时可以退出的安全感，极大地降低了长期的投资风险。于是，分散在成千上万个家庭和钱庄里的闲散资金，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华尔街，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资本蓄水池。这些原本处于静止状态的财富，通过证券市场的信用转换，化作了可以直接投入国家建设的巨额资本。华尔街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不是为了单纯的交易筹码，而是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核心枢纽而存在的。华尔街作为资本蓄水池的巨大威力，在19世纪初的一项超级工程中得到了最直接的验证。当时的美国面临着严峻的地理分割问题，广袤富饶的西部内陆地区被高耸的阿巴拉契亚山脉与东海岸的繁华港口完全隔绝。在没有铁路和高速公路的时代，陆路运输的成本高得令人啧舌。
当时，将1吨货物从内陆的布法罗运到东海岸的纽约，需要花费$100，并且要耗时20天。这比把1吨货物横跨大西洋运到欧洲的成本还要高。高昂的物流成本严重锁死了美国国内的贸易流动。为了打破这一地理屏障，纽约州市长 David Clinton 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设想，修建一条长达363英里、连接伊利湖和哈德逊河的人工运河。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伊利运河。这条运河需要穿过茂密的原始森林、沼泽和岩石区，工程难度在当时被认为是天方夜谭。更为致命的是资金问题。据估算，修建伊利运河需要$700万。这个数字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呢？整个美国联邦政府1年的财政预算也不过才$1000多万。由于工程规模太大，风险过高，当时的美国总统 Thomas Jefferson 直接拒绝了提供联邦资金的请求，传统的商业银行也根本无力承担如此庞大的贷款。在政府和银行都束手无策的时候，纽约州政府将目光投向了华尔街。他们决定发行以运河未来通行费作为担保的州政府债券。华尔街的经纪人们利用他们建立起来的交易网络，将这些债券拆分成小面额，卖给了纽约的商人、富裕的农场主，甚至跨过大西洋卖给了欧洲的投资者。通过资本市场的力量，$700万的巨资被成功筹集到位。1817年，运河正式破土动工，历经8年时间，于1825年全线贯通。伊利运河的开通给美国经济带来了立竿见影的震撼效果。1吨货物的运输时间从20天骤降至6天，运输成本直接从$100暴跌了90%，降到了不足$10。原本因为运费过高而无法对外销售的内陆农产品，开始如潮水般涌入东海岸。仅仅凭借收取的运河通行费，纽约州在短短10几年内就还清了所有的$700万债务。伊利运河不仅打通了美国国内的经济大动脉，更让纽约港的吞吐量迅速超过了波士顿、巴尔的摩和新奥尔良的总和。正是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将图纸上的疯狂构想变为了现实，也确立了纽约不可动摇的商业霸主地位。运河时代的成功仅仅是资本展现力量的预言。到了19世纪中叶，一项更为资本密集的新技术出现了，那就是铁路。运河只能依赖天然的水系分布进行修建，受地理和气候的限制极大，一到冬季结冰就必须停运。而铁路则可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实现全天候、跨大洲的无缝运输。然而，铁路建设的资金门槛远超运河。修建一条跨州的长途铁路，需要平整土地、开凿隧道、铺设成千上万吨的钢轨、购买昂贵的蒸汽机车。一条干线铁路的造价往往高达数千万美元。在这种量级的资金需求面前，哪怕是地方政府的财政也显得杯水车薪。铁路时代的到来，对华尔街的资金吞吐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满足这种呈几何级数增长的融资需求，华尔街开始了一次深度的业务进化。传统的股票经纪业务逐渐向上游延伸，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这些投资银行充当了美国庞大工业野心与全球资本之间的桥梁。以 J.P. Morgan 的前辈们为代表的银行家，不仅向国内民众发行铁路股票和债券，更利用跨洋电报，将巨额的铁路债券打包销售给伦敦、法兰克福和巴黎的海外投资者。华尔街将全球的储蓄资金精准地输送到了美国的大基建项目中。在资本的强力驱动下，美国的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铁路狂飙。1830年，全美国的铁路总里程仅仅只有23英里，而到了1900年，这个数字爆炸性地增长到了20多万英里，其总长度甚至超过了整个欧洲的总和。
这张密集的铁路网不仅极大地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全国性大市场，它的修建过程本身就引发了强大的产业乘数效应。铁路对钢轨、机车和燃料的无底洞般的需求，直接引爆了美国钢铁、煤炭和机械制造等重工业的崛起。没有华尔街这种能够跨越国界、大规模集中和配置资本的金融中枢，美国就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内完成从农业国向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的历史性跨越。这种实体经济与金融资本的高效共生，正是大国崛起的真实底色。当大量的社会资金汇聚到资本市场，随之而来的不仅是建设超级工程的动力，还有人性中无法抑制的贪婪。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迎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期，史称咆哮的20年代。当时的美国已经转变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国内工业飞速发展，普通民众的口袋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在战争期间，美国政府为了筹集军费，向民众大规模发行了自由公债。这不仅为政府筹集了资金，更在无意中完成了对数百万普通美国人的金融启蒙，让他们学会了如何购买和持有证券。战争结束后，这些普通投资者将目光转向了收益率更高的股票市场。然而，此时的华尔街在基础设施上虽然有了电报和股票报价机，但在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上，依然处于野蛮生长的丛林状态。在这个阶段，市场的主导力量是被称为投机集团的内部庄家。以20世纪20年代的科技明星股美国无线电公司 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 为例，华尔街著名投机家 Michael Meehan 曾针对这只股票进行过经典的联合坐庄操作。投机集团的运作逻辑非常隐蔽， Michael Meehan 会联合一批资金雄厚的内部人士，在低位悄悄吸纳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股票，随后他们在集团内部相互高频倒手，人为制造出巨大的交易量。当时分布在全美各地的普通投资者，唯一的市场信息来源就是股票报价机上吐出的纸袋。当他们看到纸袋上美国无线电公司的交易异常活跃且价格不断攀升时，从众本能驱使他们盲目跟风买入。在散户资金的推动下，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股价从1928年的85美元一路狂飙到1929年年中的500美元以上。当股价达到顶峰时，投机集团早已将手中的筹码全部抛给散户，安全撤退。除了庄家操纵，推高泡沫的另一个巨大隐患是缺乏限制的保证金交易。当时的散户投资者购买股票，只需要向券商支付10%的保证金，也就是说，普通人只需拿出1000美元的现金，就可以借入9000美元购买价值1万美元的股票。这种高达10倍的杠杆，在市场上涨时让人的财富成倍膨胀，极大地刺激了全社会的投机狂热。但同时，它也把整个资本市场建立在了一层脆弱的债务地基之上。在那个没有强制财务信息披露的年代，投资者根本无从了解上市公司的真实盈利状况，所有的交易决策完全依赖于对价格继续上涨的盲目信仰。建立在债务和操纵之上的繁荣，注定无法对抗经济周期的客观规律。当时间来到1929年的10月，美国实体经济的增速已经出现放缓的迹象，汽车销量和钢铁产量开始下滑。一旦股票价格停止上涨，前期推动市场疯狂的杠杆机制立刻展现出了它无情的一面。1929年10月24日，也就是历史著名的黑色星期四，市场开盘后突然遭遇了庞大的抛盘，价格的快速下跌触碰到了杠杆资金的底线，券商开始向客户发出追加保证金通知。如果投资者无法在极短的时间内补足现金，券商就会自动强行平仓，以任何可能的价格抛售客户的股票。这种强制平仓引发了更多的抛盘，
进一步压低了股价，从而触发了更大范围的追加保证金通知。市场陷入了一个不断加速向下的死亡螺旋。当时的抛售狂潮规模太大，以至于将全美的交易指令传回纽约的股票自动报价机，在处理速度上出现了严重的延迟。由于纸袋的打印速度跟不上交易速度，报价机显示的价格比实际成交价格晚了几个小时。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投资者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毕生积蓄正在以什么价格被强行清算。盲目的恐惧促使所有人不计成本地按下卖出键。到了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防线全线崩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暴跌。这场崩盘并没有随着10月的结束而停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1929年9月份的381最高点持续阴跌了近3年，直到1932年7月触及41的最低点。整个市场的价值被抹去了 89%， 数百亿美元的纸面财富灰飞烟灭。更为严重的是，这场金融灾难迅速蔓延到了实体经济。20世纪20年代，大量的商业银行直接或间接地向股市投机者提供了巨额贷款。随着股市崩盘，这些贷款变成了无法收回的坏账，导致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严重恶化。民众出于对银行倒闭的担忧，开始大规模挤兑现金。资金的抽离导致银行系统瘫痪，信贷通道完全冻结。没有了信贷支持，各行各业的实体企业只能选择关闭工厂，裁减员工。在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攀升至 25% 的顶峰。华尔街的非理性投机最终演变成了一次波及全社会的惨烈财富绞杀。1929年的大萧条给美国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正是这场空前的危机成为了倒逼华尔街从丛林生态向现代文明演化的最强催化剂。危机暴露了一个核心矛盾，一个吸纳了全社会大众资金的公共市场绝对不能再依靠少数利益集团的内部暗箱规则来运行。为了查明股市崩盘的真相，1932年，美国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展开了一系列深入的听证会。这场调查由态度强硬的律师 Ferdinand Pecora 主导，史称佩克拉调查。Ferdinand Pecora 将华尔街最顶尖的银行家和券商主管传唤到国会，要求他们在宣誓后如实作证。调查结果令全美公众哗然，这些掌握着巨大财富的内部人士在股市泡沫期间利用资金优势和信息不对称，大肆操纵股票价格。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利用税法的漏洞，在获得巨额利润的同时，连续几年没有缴纳过1分钱的个人所得税。公众的愤怒转化为强大的政治推力，促使美国国会采取了实质性的立法行动。1933年，美国出台了1933年证券法。这部法案确立了一个简单但具有颠覆性的原则：强制信息披露。从此时起，任何想要向公众发行股票的公司都必须提供经过独立审计、真实准确的财务报表，并向投资者充分揭示潜在的风险。隐瞒关键信息或提供虚假数据将面临严厉的刑事处罚。依靠流言和内幕消息来推销股票的时代结束了。紧接着，在1934年，国会又通过了证券交易法，并正式成立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这是一个专门负责监管证券市场、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联邦机构。为了确保新规则得到坚决的执行，时任美国总统 Franklin D. Roosevelt 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任命 Joseph Kennedy 担任 SEC 的首任主席。Joseph Kennedy 本人在20世纪20年代曾是华尔街最成功的庄家之一，他非常清楚投机集团是如何利用漏洞操纵市场的。这种用曾经的破局者来建立新秩序的策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一系列的监管改革并没有摧毁华尔街，反而拯救了它。
通过建立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严惩内幕交易和欺诈行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重新修复了公众对资本市场的信任。华尔街正式告别了野蛮生长的私人俱乐部模式，完成了一次重大的制度演化，为随后数十年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奠定了稳固的法治基石。在探讨现代金融市场的运作机制之前，我们需要先回顾华尔街早期的一个特殊阶段——个人寡头时代。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美国经历着爆发式的工业增长，但与之配套的金融基础设施却极度滞后。当时的美国不仅没有统一的现代金融监管机构，甚至连中央银行都不存在。这种制度上的缺失将市场的生杀大权交到了极少数超级富豪的手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发生在1907年的大恐慌时期。1907年10月，一场由私人投机失败引发的连锁反应席卷了纽约。当时 Augustus Hines 试图囤积联合铜业公司 United Copper Company 的股票，由于资金链断裂导致投机破产。这场失败的投机牵连了为他提供资金支持的尼克伯克信托公司 Knickerbocker Trust Company。 当时的信托公司是一种新兴的金融机构，他们吸收公众存款，却不需要像传统商业银行那样维持高额的法定准备金，也没有加入纽约清算所，享受资金互助的保护。当尼克伯克信托公司涉足高风险投机的消息传出后，惊恐的储户在门外排起了长队，一场经典的银行挤兑爆发了。随着尼克伯克信托公司关门倒闭，恐慌情绪迅速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到了全美信托公司 Trust Company of America 等其他金融机构。股票市场遭遇重挫，华尔街的流动性瞬间枯竭，隔夜拆借利率一度飙升至 125%。在没有中央银行可以提供紧急流动性的情况下，整个美国金融体系濒临全面崩溃的边缘。在这个生死存亡的时刻，70岁高龄的 John Pierpont Morgan 站了出来。他凭借巨大的个人声望和资本实力，实际上扮演了最后贷款人的角色。John Pierpont Morgan 将当时美国财政部长 George Courtier以及纽约各大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的总裁召集到自己位于麦迪逊大道的私人图书馆里。为了拯救濒临破产的经纪行和信托公司，他需要这些银行家共同出资2500万美元，建立一个救市基金。面对犹豫不决、不愿拿自家资金去救助竞争对手的银行家们， John Pierpont Morgan 展现出了惊人的铁腕。11月2日深夜，他直接锁上了图书馆的大门，将所有金融巨头软禁在里面。直到凌晨4点45分，所有人被迫在出资协议上签字，大门才被重新打开。2500万美元的救市资金在随后几个小时内注入市场，奇迹般地平息了恐慌。1907年的这场危机成为了华尔街历史上个人英雄主义的最高峰。一个没有任何政府公职的私人银行家，仅凭个人的信誉和手腕，就强行扭转了整个国家经济崩盘的命运。这种财富和权力的高度集中，构成了早期华尔街最真实的生态底色。尽管 John Pierpont Morgan 成功化解了1907年的危机，但这不仅没有让美国公众感到庆幸，反而引发了深深的恐惧。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竟然维系在一个70岁老人的健康状况和个人意愿之上。如果他判断失误，或者如果他当时不在场，美国的金融体系将万劫不复。这种将公共安全建立在私人资本之上的脆弱性，直接推动了美国国会对华尔街寡头权力的全面清算。1912年，美国众议院成立了由议员 Arthur Pujol 领导的特别委员会，史称普约委员会，专门调查华尔街是否存在一个控制国家金融命脉的金钱托拉斯。调查结果向公众揭示了一张庞大而令人窒息的财富网络。数据显示
以 J.P. Morgan 及其盟友为核心的极少数银行家，竟然在112家大型企业中占据了341个董事席位。这些企业涵盖了铁路、矿产、电信和银行等所有核心产业，其控制的总资产规模高达222.4亿美元。在那个年代，这笔财富相当于美国密西西比河以西所有财产总和的2倍多。普约委员会的曝光直接动摇了寡头时代的合法性。公众和政界意识到，必须建立一个不受私人利益集团控制的公共机构，来接管最后贷款人的职能。1913年，也就是 John Pierpont Morgan 去世的那一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联邦储备法，创建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 Federal Reserve。 美联储的诞生从制度上剥夺了私人银行家充当市场救世主的特权，标志着华尔街权力转移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与此同时，美国宏观经济体量的爆炸式扩张也在物理层面上瓦解了个人寡头对市场的控制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从一个长期的债务国转变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为了筹集战争资金，美国政府向普通民众发行了超过200亿美元的自由公债。这不仅是美国历史上空前的融资规模，更在无形中极大地扩充了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随着20世纪中叶美国经济的全面繁荣，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上市企业总市值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增长。在这样一个动辄数千亿甚至数万亿美元交易规模的庞大海洋中，昔日那种依靠几个财阀在私人俱乐部里秘密结盟就能操纵股市走向的操作，已经变得完全不可能。资金规模的无限放大稀释了任何单一参与者的定价权，华尔街的个人英雄主义时代走向了不可逆转的落幕。当个人寡头退出历史舞台，填补权力真空的并不是分散的普通散户，而是伴随现代金融制度崛起的一个全新物种——机构投资者。在20世纪下半叶，华尔街的生态结构发生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底层重构。资金的来源从少数巨富阶层大规模的下沉到了数以千万计的普通工薪家庭，而资金的管理权则高度集中到了专业化的金融机构手中。推动这场结构性巨变的核心力量是美国养老金制度的改革。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随后，在1978年，税法中正式加入了 401k 条款。这项看似枯燥的税收优惠政策，深刻地改变了美国人的储蓄和投资方式。它允许企业员工将部分税前薪水直接扣除，投入到指定的投资基金中，用于未来的养老。这种自动定投的机制像一条条细小的溪流，日复一日地将普通家庭的工资汇聚成汹涌的资本江河，持续不断地注入华尔街。在这个过程中，共同基金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美国投资公司协会追踪了从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公募基金资金流向，数据呈现出惊人的增长曲线。在1980年，美国共同基金的总资产规模大约为1340亿美元，而到了2000年，这个数字已经飙升突破了7万亿美元。像富达投资 Fidelity Investments 和先锋领航集团 Vanguard Group 这样管理着海量资产的庞大机构，取代了昔日的私人银行家，成为了市场上掌握绝对话语权的新一代巨鲸。机构主导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了华尔街的博弈规则。当市场的主力军由掌握着100亿甚至1000亿美元的专业基金经理构成时，那种依赖内幕消息、跟风炒作的散户式交易策略生存空间被极大的挤压。现代机构投资者拥有庞大的研究团队，他们雇佣顶尖的行业专家和量化分析师，利用强大的计算机模型，对上市公司的财务健康状况、行业竞争格局和宏观经济指标进行深度剖析。在这样一个高度专业化、
信息高度透明且对手盘实力强大的现代市场中，任何试图通过短期操纵来获取暴利的行为，都将面临巨大的反噬风险。资本市场的核心逻辑，已经从早期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掠夺的零和博弈，回归到了寻找优质资产并与之共同成长的正和博弈。对于今天的参与者而言，只有放弃一夜暴富的投机幻想，依靠扎实的财务分析和对商业常识的坚守，才能在这个由庞大机构主导的现代金融生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与获利法则。伟大的博弈是一部跨越300多年的宏大商业进化史，它清晰地向我们揭示，华尔街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投机赌场，而是深深嵌入国家实体经济发展的庞大引擎。从伊利运河的开凿到横跨大陆的铁路网，资本的汇聚力量一次次推动了时代的跨越。虽然人性中的贪婪与恐惧总是周期性地制造泡沫与灾难，但正是这些残酷的危机，倒逼着市场建立起信息披露与现代监管的法治基石，促使博弈的权利从少数寡头向代表大众的专业机构转移。市场的每一次崩盘与重生，都是向着更加公平、透明和理性的方向演化。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创富的奇迹，只希望通过分享全球的经典好书，用逻辑武装您的财富大脑，陪您在投资的路上慢慢变富。如果您觉得这期视频对您有启发，还请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相信您的每一次举手之劳，都是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会让更多人能在这片认知的迷雾中看清真相。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获得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见。